一生能够积累多少财富，不取决于你能够赚多少钱，而取决于你如何投资理财。钱找人胜过人找钱，要懂得钱为你工作，而不是你为钱工作。那些最好的买卖，刚开始的时候，从数字上看，几乎都会告诉你不要买。我们之所以取得目前的成就，是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寻找那些我们可以跨越的1英尺障碍，而不是去拥有什么能飞越7英尺的能力。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如果你不愿意拥有一只股票10年，那就不要考虑拥有它10分钟。这是所谓价值投资者决定买股票时要过的第一关。拥有一只股票，期待它下个早晨就上涨是十分愚蠢的。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否需要理发。任何不能永远发展的事物终将消亡。投资并非一个智商为160的人就一定能击败智商为130的人的游戏。市场就像上帝一样，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但与上帝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不会原谅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所以不懂的东西不要碰。就算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偷偷告诉我他未来2年的货币政策，我也不会改变我的任何一个作为，要靠独立思考。我只做我完全明白的事，不懂不做。不同的人理解不同的行业，最重要的事情是知道你自己理解哪些行业，以及什么时候你的投资决策正好在你自己的能力圈内。很多事情做起来都会有利可图，但是你必须坚持只做那些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击倒泰森，还是说要待在能力圈内。对你的能力圈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能力圈的范围大小，而是你如何能够确定能力圈的边界所在。任何情况都不会驱使我做出在能力圈范围以外的投资决策。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我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且我喜欢我的工作。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重要的不是他到底知道什么，而是他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到底不知道什么。一定要在自己的理解力允许的范围内投资。如果我们不能在自己有信心的范围内找到需要的，我们不会扩大范围，我们只会等待。投资必须是理性的，如果你不能理解它，就不要做。我们的工作就是专注于我们所了解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还是能力圈。开始存钱并及早投资，这是最值得养成的好习惯。我从11岁开始就在做资金分配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从预言中你可以得知许多预言者的信息，但对未来却所获无几。我有一个内部得分牌，如果我做了某些其他人不喜欢，但我感觉良好的事，我会很高兴。如果市场总是有效的，我只会成为一个在大街上手拎马口铁罐的流浪汉。在一个人们相信市场有效性的市场里投资，就像与某个被告知看牌没有好处的人在一起打桥牌。目前的金融课程可能只会帮助你做出庸凡之事。很会投资的人，有谁愿意去教投资呢？没有一个能计算出内在价值的公式。你得懂得打算购买的这家企业的业务。不必等到企业降至谷底才去购买它的股票。所选企业股票的售价要低于你所认为的它的价值，并且企业要由诚实而有能力的人经营。你若能以低于一家企业目前所值的钱买进它的股份，你对它的管理有信心，同时你又买进了一批类似于该企业的股份，那你赚钱就指日可待了。今天的投资者不是从昨天的增长中获利的，所以不能根据过去的 PE 或 PEG 来投资。波克夏就像是商业界的大都会美术馆，我们偏爱收集当代最伟大的企业。伟大企业就像古董，越来越值钱。真正理解养育你的那种文化的特征与复杂性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提形形色色的其他文化了。无论如何，我们的大部分股东都用美元来支付账单。
你是在市场中与许多蠢人打交道，这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除你之外，每一个人都在狂吞豪饮。如果你一直喝百事可乐，你可能会中奖。我们在国内并不需要过多的人利用与股市密切相关的那些非必须的工具进行赌博，也不需要过多鼓励这些这么做的经纪人。我们需要的是投资者与建议者，他们能够根据一家企业的远景展望而进行相应的投资。我们需要的是有才智的投资资金委托人，而非利用杠杆收购牟利的股市赌徒。如果我挑选的是一家保险公司或一家纸业公司，我会把自己置于想象之中，想象我刚刚继承的那家公司，并且它将是我们家庭永远拥有的唯一财产。我将如何处置它？我该考虑哪些东西？我该担心什么？谁是我的竞争对手？谁是我的顾客？我将走出去与顾客谈话。从谈话中我会发现，与其他企业相比，我这一特定的企业的优势与劣势所在。如果你已经这么做了，你可能会比企业的管理层对这家企业有着更深的了解。如果你在一生中偶然有了一个关于企业的好想法，你是幸运的。基本上可以说，可口可乐是世界上最好的大企业。如果你给我1000亿美元，用以交换可口可乐这种饮料在世界上的领先权，我会把钱还给你，并对你说这可不成。如果发生了核战争，请忽略这一事件。在商业不景气时，我们散布谣言说我们的糖果有着春药的功效，这样非常有效。但谣言是谎言，而糖果则不然。只有在潮水退去时，你才会知道谁一直在裸泳。我们不必屠杀飞龙，只需躲避它们就可以做得很好。习惯的链条在重蹈断裂之前，总是轻到难以察觉。如果你基本从别人那里学知识，你无需有太多自己的新观点，你只需应用你学到的最好的知识。我从不打算在买入股票的次日就赚钱，我买入股票时总是会先假设明天交易所就会关门，5年之后才又重新打开恢复交易。不要投资一门蠢人都可以做的生意，因为终有一日蠢人都会这样做。如开始就成功，就不要另觅他途。还是能力圈。希望你不要认为自己拥有的股票仅仅是一纸价格每天都在变动的凭证，而且一旦某种经济事件或政治事件使你紧张不安，就会成为你抛售的候选对象。通过定期投资与指数基金，那些门外汉投资者都可以获得超过多数专业投资大师的业绩。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持股合伙人的利润来自于企业，而不是其他共有者的愚蠢行为。用我的想法和你们的钱，我们会做得很好。想要在股市从事波段操作是神做的事，不是人做的事。1919年，可口可乐公司上市，价格40美元左右。1年后，股价降了 50%， 只有19美元。然后是瓶装问题、糖料涨价等等。一些年后，又发生了大萧条、第2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竞赛等等，总是有这样或那样不利的事件。但是，如果你在一开始用40块钱买了一股，然后你把派发的红利继续投资于它，那么现在，当初40美元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已经变成了500万。这个事实压倒了一切。如果你看对了生意模式，你就会赚很多钱。一个杰出的企业可以预计到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但不一定知道何时会发生。重心需要放在什么上面，而不是何时上。如果对什么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对何时大可不必过滤。你所找寻的出路就是想出一个好方法，然后持之以恒，尽最大可能，直到把梦想变成现实。但是在华尔街，每5分钟就互相叫价一次，人们在你的鼻子底下买进卖出，想做到不为所动是很难的。华尔街靠的是不断的交易来赚钱，你靠的是不去做买进卖出而赚钱。这间屋子里的每个人每天互相交易你们所拥有的股票，到最后所有人都会破产，而所有钱财都进了经纪公司的腰包。相反的，如果你们像一般企业那样
50年岿然不动，到最后你赚得不亦乐乎，而你的经纪公司只好破产。当一个经历辉煌的经营阶层遇到一个逐渐没落的夕阳工业，往往是后者占了上风。所谓有转机的企业，最后很少有成功的案例，与其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购买价廉的烂企业上，还不如以公道的价格投资一些物美的企业。投资人必须谨记，你的投资成绩并非像奥运跳水比赛的方式评分，难度高低并不重要。你正确的投资一家简单易懂而竞争力持续的企业所得到的回报，与你辛苦地分析一家变量不断、复杂难懂的企业可以说是不相上下。近年来，我的投资重点已经转移，我们不想以最便宜的价格买最糟糕的家具，我们要的是按合理的价格买最好的家具。当一些大企业暂时出现危机或股市下跌，出现有利可图的交易价格时，应该毫不犹豫买进他们的股票。经验显示，能够创造盈余新高的企业，现在做生意的方式通常与7、5年前甚至10年前没有多大的差异。我们不会因为想要将企业的获利数字增加1个百分点，便结束比较不赚钱的事业，但同时我们也觉得只因公司非常赚钱便无条件去支持一项完全不具前景的投资的做法不太妥当。亚当·史密斯一定不赞同我第一项的看法，而卡尔·马克思却又会反对我第二项见解，而采行中庸之道是唯一能让我感到安心的做法。一只能数到10的马是只了不起的马，却不是了不起的数学家。同样的，一家能够合理运用资金的纺织公司是一家了不起的纺织公司，但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企业。我对总体经济一窍不通，汇率与利率根本无法预测，好在我在做分析与选择投资标时根本不去理会它。好多人以为自己看看新闻就能比老八明白，可笑不？利率就像是投资上的地心引力一样。决定卖掉公司所持有的麦当劳股票是一项严重的错误。总而言之，假如我在股市开盘期间常常溜去看电影的话，你们去年应该赚得更多。一群驴鼠在意见分歧时，和华尔街那群利己的个人主义者没有两样。股票预测专家唯一的价值，就是让算命先生看起来还不错。只要想到隔天早上会有25亿男性需要刮胡子，我每晚都能安然入睡。投资吉利案例，经理人在思索会计原则时，一定要谨记林肯总统最常讲的一句俚语：如果一只狗连尾巴也算在内的话，总共有几条腿？我们从未想到要预估股市未来的走势。短期股市的预测是毒药，应该要把它们摆在最安全的地方，远离儿童以及那些在股市中的行为像小孩般幼稚的投资人。人们习惯把每天短线进出股市的投机客称之为投资人，就好像大家把不断发生一夜情的爱情骗子当成浪漫情人一样。所谓拥有特许权的事业，是指那些可以轻易提高价格，且只需额外多投入一些资金，便可增加销售量与市场占有率的企业。有的企业有高耸的护城河，里头还有凶猛的鳄鱼、海盗与鲨鱼守护着，这才是你应该投资的企业。我们应集中关注将要发生什么，而不是什么时候发生。投资对于我来说，既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娱乐。伟大企业的定义如下：在25年或30年仍然能够保持其伟大企业地位的企业。我们的投资仍然是集中于很少几只股票，而且在概念上非常简单。真正伟大的投资理念常常用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我们喜欢一个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并且由一群既能干又全心全意为股东服务的人来管理的企业。当发现具备这些特征的企业，而且我们又能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时，我们几乎不可能出错。真正伟大的投资理念常常用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如果某人相信了空头市场即将来临而卖出手中不错的投资，那么这人会发现，通常卖出股票后，所谓的空头市场立即转为多头市场，于是又再次错失良机。我们欢迎市场下跌，因为它使我们能以新的
令人感到恐慌的便宜价格捡到更多的股票。不能承受股价下跌 50% 的人就不应该炒股。当人们忘记2+2等于4这种最基本的常识时，就该是脱手离场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有坚定的长期投资期望，那么短期的价格波动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除非它们能够让我们有机会以更便宜的价格增持股份。我从来不曾有过自我怀疑，我从来不曾灰心过。对于每一笔投资，你都应当有勇气和信心将你净资产的 10% 以上投入。假如你缺乏自信，心虚与恐惧会导致你投资惨败。缺乏自信的投资人容易紧张，而且经常会在股价下跌时卖出股票。然而这种行为简直形同疯狂，就如你刚花了10万美元买了一栋房子，然后立刻就告诉经纪人，只要有人出价8万美元就卖了。我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投资成就，是依靠自己的自律和别人的愚蠢。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喜欢目前自己所从事的一切，并对此始终深信不疑。作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我只对现实感兴趣，从不抱任何幻想，尤其是对自己。在生活中，我不是最受欢迎的，但也不是最令人讨厌的人。我哪一种人都不属于。吸引我从事证券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它可以让你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你没有必要为成功而打扮。这些数字就是我未来所拥有的财富，虽然我现在没有这么多，但总有一天我会赚到的。97，我不会以我挣来的钱衡量我的生命的价值。其他人也许会这么做，但我当然不会。钱，在某种程度上，有时会使你的处境有利，但它无法改变你的健康状况或让别人爱你。从巨额的消费中，我不会得到什么快乐，享受本身并不是我对财富渴求的根本原因。对我而言，金钱只不过是一种证明，是我所喜欢的游戏的一个计分牌而已。我始终知道我会富有，对此我不曾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我所想要的并不是金钱，我觉得赚钱并看着它慢慢增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虽然我也靠收入生活，但我迷恋过程要远胜于收入。必须有工作激情，但又没有贪念，并且对投资的过程入迷的人才适合做这个工作。利欲熏心会毁了自己。当然，漠视金钱或者淡泊财富的人也不适合玩这种游戏，因为他不喜欢就没有激情。如果把那些曾经信任过我的人推开，我不会自我感觉良好。我不拿任何工作与我的工作做交易，并且我的工作中包含着政治生活。我想象不出生活中有什么我想要而不能拥有的东西。我对食物与节食的看法不可救药的在很早就建立了，它是在我庆祝50岁生日时一次极度成功的聚会上的产物。那时我们吃了热狗、汉堡包、软饮料、爆米花以及冰淇淋。任何一个不打桥牌的年轻人都犯了一个大错误。我经常说，如果有3个会玩桥牌的同牢房牌友，我不介意蹲监狱。我学会了只与我喜欢、信任和敬佩的人一起开展业务，基本上不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合作。所谓的财富自由并不是拥有很多钱，而是不为钱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尊重我的孩子们正在从事的一切，而且我并不觉得我的生活方式要比他们之中任何一位更为优越。如果他们愿意进入投资这一行业，很好，但我并不希望他们一定如此。我的确有一封伴随我的遗嘱的信，信中说，如果我的后代中有人对我这一行业表现出了兴趣，他们应当被给予一份分量很轻的优先权，但也仅仅是一份分量很轻的优先权而已。富人应当给自己的孩子留下足够的财富，以便让他们能干他们想干的事情，但不能让他们有了足够的财富后可以什么都不干。所有人都认为食物券使人更加衰弱无力，并且将导致贫困的往复循环，他们却未想到，他们自己同样是分发食物券的人，整天东奔西走，想要给他们的孩子留一吨重的钱。
若让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去卖热狗，他一样可以成为热狗王。比尔·盖茨是我的好朋友，他可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至于那小东西纸计算机是做什么用的，我一点也不清楚。我有半打亲密的朋友，一半男的，一半女的，就像算好的一样。我喜欢他们，仰慕他们，他们都是些坦诚相见的人。选择任何一位正直的人作为工作的同事，归结起来，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我不与我不喜欢或不敬慕的人打交道，这是关键所在。这一点有点像婚姻。我与充满激情的人在一起工作，我做我在生活中想做的事。我为何不能这样？如果我连做自己想做的事都办不到，那才是真的见鬼。有人曾经说过，当寻找受雇的职员时，你要从中寻找3种品质：正直、勤奋、活力。而且，如果他们不拥有第一品质，其余2个将毁灭你。对此你要深思，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雇佣了没有第2种品质的某些人，你实际上想要他们既雅又懒。一位所有者或投资者，如果尽量把他自己和那些管理着好业务的经理人结合在一起，也能成就伟业。任何一位卷入复杂工作的人都需要同事。生活的关键在于要给自己准确定位。如果不能在30岁以前成为100万富翁，我就从奥马哈最高的建筑物上跳下去。在马拉松比赛中，你想跑到第1的前提是必须跑完全程。在拖拉机问世的时候做一匹马，或在汽车问世的时候做一名铁匠，都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哲学家们告诉我们，做我们所喜欢的，然后成功就会随之而来。生活的关键是要弄清谁为谁工作。哈佛的一些大学生问我，我该去为谁工作？我回答，去为哪个你最仰慕的人工作。2周后，我接到一个来自该校教务长的电话，他说，你对孩子们说了些什么？他们都成了自我雇佣者。在规则之外，要遵循榜样的引导。除了丰富的知识和可靠的判断外，勇气是你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要想游得快，借助潮汐的力量要比用手划水效果更好。民意测验不能代表思想。传统的智慧长，流行的智慧短。永远不要从事那些目前使人痛苦，但从现在起10年后可能会大有改善的事业。如果你今天不欣赏你所从事的事业，可能10年后你仍不会欣赏它。每个人都会深受影响，美国人的心灵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关于911的影响，在生活中，如果你正确选择了你的英雄，你就是幸运的。我建议你们所有人尽你所能地挑选出几个英雄。如果你是池塘里的一只鸭子，由于暴雨的缘故，水面上升，你开始在水的世界之中上浮，但此时你却以为上浮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池塘。你真能像一条鱼解释在陆地上行走的感觉吗？对鱼来说，路上的一天胜过几千年的空谈。当适当的气质与适当的智力结构相结合时，你就会得到理性的行为。不要用属于你，并且你也需要的钱去挣那些不属于你，你也不需要的钱。这太愚蠢了。用对你重要的东西去冒险，赢得对你并不重要的东西，简直无可理喻。即使你成功和失败的比率是100:1或1000:1。同样愚蠢的是，不要用你最宝贵的时间去干那些你不喜欢的，仅仅是为了让简历更好看的事情。设计出的工具越多，使用工具的人就得越聪明。赌博的嗜好总是由一笔大额奖金对一笔小的投资而刺激起来的，不管这种几率看起来是多么微小。这也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把他们设的巨奖广而告之，周奖券以大字标题标出他们的大奖的原因所在。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条生活在我们房顶上的狗。一次我的儿子召唤它，它就从房顶上跳下来了。它还活着，
但摔断了一条腿，这真是可怕。这条狗是如此爱戴你，以至于它从房顶上跳下来，所以你同样也能置人于如此境地。人是理性的，因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总能找到理由。拥有一颗钻石的一部分，也要比完全拥有一块莱茵石好得多。你应去你所倾慕的商业领域或你所倾慕的人那里去谋职。任何一刻，你都可能碰到就在你身边的可能使你获益良多的人士，或者你感觉良好的组织。那一刻，你务必寻得一个好的结果。我建议你永远不要从事那些目前使人痛苦，但从现在起10年后可能会有大改善的事业。换个说法就是，你不要因为你目前已有10美元，就有以后可能会得到10倍于10美元的想法。如果你今天不欣赏你所从事的职业，可能10年后你依然不会欣赏它。我们没有必要比别人更聪明，但我们必须比别人更有自制力。我很理性，很多人比我智商更高，很多人也比我工作时间更长、更努力，但我做事更加理性。你必须能够控制自己，不要让情感左右你的理智。161，如果你不能控制住你自己，你迟早会大祸临头。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